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生电子。今天咱们看一下这个元件，在电路里呢，我们时常就能够看到这个元件，有点像电容，有的时候呢，我们看它像压敏电阻，实际上不是的，它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自恢复保险丝。首先，我们看一下它的阻值，我们校一下0，是 0.04， 我们看它的阻值。0.04， 也就是说自恢复保险丝在常温下为0欧。那么我们给它加热，看看它的阻值是否会增大。好，我的烙铁呢已经热了，我给它加热，我们看一下它的阻值变化。首先我们不给它加热的时候，阻值是这样的，我们给它加热一个引脚，我们发现它没有多大的变化。加热很长时间了，阻值呢还是很小，说明它与我们普通的 PTC 热敏电阻还是不同的。好，下面我们看看它的详细参数。我们看自恢复保险丝的种类还是很多的，有这种形状的，还有这样的，还有这种的，还有这种的，还有这种贴片的，还有这种的，还有这种像铁片一样的。所以说它的形状也是各异的，但是呢，它都是由聚合树脂紧密的将导电粒子束缚在结晶状的结构体，构成链状导电通路。此时自恢复保险丝为低阻状态，线路上流经自恢复保险丝的电流所产生的热能小，不会改变晶体结构。当线路发生短路或过载时，流经自恢复保险丝的大电流产生热量，使聚合树脂融化，体积迅速增长，形成高阻态，工作电流迅速减小，从而对电路里的电流进行限制，对电路进行保护。由于它的种类很多，标称呢也不一样，它呢一般有它的耐压值，还有它的电流值。当电流值超过它的额定值的时候，它就会发热，然后呢就会断开。当冷却以后呢，它会恢复到导通状态。但是呢，如果长时间的大电流呢，也是容易损坏的。它呢具有电流值，还有电压值。当我们超过它的电压值的时候，也会造成永久性的损坏。所以说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要注意它的电流值和电压值。我们看这个，它标称的就比较完善，上边的72就是72伏，下边的135就是 1.35 安，像这个一般是 1.2 安，耐压值这个没有标示出来，还有的耐压值很高，一般是220伏的，还有上千伏的。总之呢，自恢复保险丝的种类很多，在维修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一下它周围的电路，也就是说它的供电以及它所需的功率。这样呢，我们就能够计算出它的电流和电压值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